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频道。要说全世界地震最多的国家，日本说第一，我想没有人敢说第二。据说日本每年都会有大约1500次左右大大小小的地震，那这么频繁，难免会让有些人认为，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之下，也许隐藏着一个神秘而又未知的力量。每当大地开始震动，山川颤抖的时候，说不定不仅仅是地壳在运动，而是古老传说中的神灵在暗中作祟。那在日本的各大影视剧和动漫作品中也都有地震的元素出现，像新海诚导演的动画电影《铃芽之旅》，以及《One Piece》里面白胡子使用的那个真正果实等等等等，这些文化作品中也都反映出了这一神秘感。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日本地震背后的神话故事吧。相传在日本古老的传说中，地震并非是单纯的大地颤动，而是一个神秘不可控的力量在暗中作祟。那这股力量的化身就是纳玛族，它是一条巨大并且非常凶猛的鲶鱼它常年栖息在地下的深处。传说中呢，纳玛族它本来就是一条非常普通的河流里面的鲶鱼，但是随着这个时间不断的推移它逐渐被地下的神秘力量所吸引，那开始向大地的深处游去。那随着它越潜越深，越游越深，它吸收了来自地下世界的能量和精华，它的身体呢也在不断的扩大和膨胀，最终呢长成了一条可以贯穿整个日本地下的巨兽。纳玛族身体庞大到真的难以想象，它遍布了整个地下的日本。每当它在地下世界轻微的呼吸的时候，整个地面都会感受到震动，而一旦它开始挣扎或者是扭动的时候，地面便开始剧烈的颤抖，就像地震一样。那山峦摇晃房屋倒塌等等，非常的恐怖。人们没有办法理解这种恐怖的力量，只能认为它是无法预知的灾难象征。那为了控制纳玛族的力量，鹿岛神宫里面的神奇塔克米卡自己亲自降临，他寻找了一个方法将这头巨兽压制住。经过了漫长的斗争不知道过了多少年，塔克米卡自己终于找到了纳玛族的弱点，就在他的头部。他将一块巨大的曜石压在了纳玛族的头上，用神力封印住了他的行动。而这个巨大的曜石目前就在日本的鹿岛神宫下。自此以后呢，纳玛族就被困在了地下，再也没有办法轻易的挣脱。那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吗？ No， 当然没有。被封印的纳玛族肯定不甘心所以他经常在地底深处蠢蠢欲动，时刻观察着时机，尝试着摆脱封印和控制。那当他扭动那个庞大的身体时整个地面又开始震动了。那震感从地底传到地表，山峦震动，房屋就像纸一样哗啦哗啦一晃就倒。那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每一次地震都是纳玛族企图挣脱封印的体现。他也是在警示世人，这头巨兽没有完全平息自己的怒火。那在动漫电影《铃芽之旅》里面，主角铃芽偶然发现了一个神秘的门，而在这个门的背后呢，有一个怪物叫做灾厄，它的出现就会让现实世界毁天灭地。那在这里面就可以理解为是地震。而主角铃芽的任务就是用类似于像钥匙一样的特殊物品来把这个门给关上，那防止里面的怪物来到现实世界。而怪物的原型也很有可能就是纳玛族。传说在1855年，江户地区，也就是现在的东京，那里发生了一场巨大的地震，史称安政大地震。那这一次地震让无数的房屋倒塌，人们流离失所，整个城市都陷入了恐慌和悲伤之中。人们相信这就是纳玛族怒火的爆发，他终于挣脱了压在自己身上的曜石，展现了他自己的怒火和威力。那在那段时间江户不仅仅是在物质上遭受了巨大的打击，更是在精神上陷入了深深的创伤之中。那安政大地震不仅仅是自然的灾难，更是被视为纳玛族愤怒的体现。人们这时候开始相信，这场灾难是对人类不敬畏自然的惩罚，也是对城市繁荣背后忽视自然力量的一次猛烈的警告。
随着安政大地震的发生，纳玛祖的形象就在民间迅速传播开来。纳玛祖的故事呢，也被描绘在了浮世绘中。这些绘画把纳玛祖描绘成了一个巨大的鲶鱼，就像我们刚刚讲过那样，他的身体呢横跨了整个日本潜伏在地下，象征了其难以抗拒的力量。人们开始在家里面供奉纳玛祖，并且把它做成护身符，希望可以用此来安抚纳玛祖的怒火，避免有更多的灾难发生。那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纳玛祖不仅仅是恐怖的象征，它也成为了人们一种希望的寄托。有人相信纳玛祖并非完全是恶意的，那他的愤怒呢，其实可能是源于人类对于大自然的不敬畏，像过度的开发土地啦，破坏河流啦，甚至是战争带来的破坏啦，等等等等，都可能激怒纳玛祖，使其挣脱钥匙的束缚，引发地震。那寺庙和神社也开始举行祭祀的仪式，用来祈求纳玛祖平息怒火，并且为他献上了丰盛的祭品。通过这些仪式纳玛祖逐渐被视为了一种守护者，他的愤怒和力量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这个传说就是想告诉我们，要对大自然始终抱有一颗敬畏之心。我相信不少朋友对这两个词可能会有些熟悉，那如果是看过动漫《纳鲁头》火影忍者的人一定不陌生。那里面有各种绚丽的忍术咔咔咔咔，特别的炫酷。那当时像我小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宇智波一族的瞳术。那其中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就是可以颠覆现实、改变命运的一种强大的幻术，非常非常酷那当然，这个是在动漫的作品里面那它在日本神话里面又跟地震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据说在这个遥远的创世之初，有两个神灵，一个叫伊邪那岐，另一个叫伊邪那美。他们两个是一对兄妹，同时也是一对恋人。他们一起携手创造了日本的众多岛屿和众神。那大家都知道日本是有很多很多的岛。那作为天地的缔造者，他们的爱情和合作是如此的完美，就连大地和海洋也都是他们的指引之下完成的。那正当他们共同塑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不出意外的话，意外就要来了。一场不可预见的变故悄然降临，改变了一切。有一天伊邪那美在生下了火神的时候，不幸被烈火烧伤，非常非常的痛苦。最终因为伤势实在是太重不治身亡了。而他的灵魂被引入了黄泉国那里呢是一个暗无天日的死者之国。伊邪那岐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他心都碎了，太难受了。那爱妻的离去让他陷入了无尽的悲痛和伤心之中，所以他决心要带回自己的妻子。那伊邪那岐呢，冒着巨大的风险，踏上了前往黄泉国的旅程。那黄泉国的入口非常的阴森和恐怖，到处都弥漫着死亡的气息。但是伊邪那岐丝毫不畏惧，他知道只要自己再可以看到一次伊邪那美，他愿意面对一切。那在黄泉国的深处，历经了无数磨难的伊邪那岐终于见到了伊邪那美。他请求伊邪那美可以回到阳间，再一次跟他共享曾经幸福的时光。伊邪那美也非常非常的感动但是很无奈，他也告诉了伊邪那岐，因为自己吃了黄泉国里面的食物，那按照这里面的规矩，他是没有办法轻易的回到阳间的。不过为了两个人的爱情，他决定去尝试一下。伊邪那美请求伊邪那岐给他一些时间，让他去找黄泉国里面的神灵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让他回去。但在这个时候，他警告伊邪那岐，注意是警告，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看他。那伊邪那岐也没有想那么多就随便答应下来了。那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伊邪那岐的心中思念就像潮水般的涌动，让他没有办法平静下来。在漫长的等待之中伊邪那岐的好奇心最后终于还是战胜了自己的理智。他点燃了手中的火把，偷偷的看向了伊邪那美。就在这个时候，非常诡异和恐怖的一幕出现了。他看到的景象几乎让他崩溃了。伊邪那美的身体已经完全腐烂，蛆虫在他身上不停地爬动，妖魔环绕在他的周围这个曾经美丽的女神在这一刻变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存在。
那在极度的惊恐之下，伊邪那岐扔下了火把，转身就跑，他的心在不停的跳动，他的脚步就如风一般飞速的奔跑。伊邪那美意识到了伊邪那岐违背了诺言，愤怒感顿时充满了他的内心。他派出了黄泉国的恶灵去追赶伊邪那岐，发誓一定要把他带回到这里。那伊邪那岐一路狂奔，地面就在他脚下不停地颤抖，仿佛整个黄泉国都在怒吼。他终于跑到了黄泉国的出口，他拼尽全力搬起了一块巨大的石头，把它堵在了黄泉国的入口之处。就在放下石头那一瞬间天地为之一震，整个地面剧烈的震动，仿佛就在为这对神灵的永别而哀悼。那从此以后呢，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就被永远的分隔在了阴阳两界。伊邪那岐带着无尽的痛苦和孤独回到了阳间，而伊邪那美则是被封印在了黄泉国的深处，永远的被困在了那块巨石之后。此后每当有地震发生的时候，人们都会相信那是伊邪那岐与伊邪那美之间永远的离别在大地深处的回响提醒世人自然的力量与神灵的悲哀。那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我们对地震了解和应对能力也有了显著的提高，但这些古老的神话似乎一直在提醒我们，技术的进步并不能代替对自然的敬畏。那在古代，人们用神话去解释没有办法理解的自然现象，而现在我们则依赖于科学和技术。然而地震带来的破坏力却依然十分的强大。我们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此的渺小，在我们追求进步的同时，也永远不要忘记对大自然的敬畏和保护。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这期所要讲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自己的看法，也欢迎留言。对了，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期再见，拜拜。